地球正在进入能量大升级时期，三维的物质世界正在坍塌，四维的精神世界即将到来，人类是时候觉醒了，进入更高维的世界。如果你再不升级自己的思维和境界，那么所有的痛苦都会找到你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您可以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订阅。希望您身体健康，有缘人。2024年，地球正处于从第3能量密度迈向第4能量密度的关键阶段，接近最后的关口。此时能量有所增强，大家需予以关注。一切才刚刚开始，当下正处于交接的最后时期。玛雅文化中的2012世界末日，实则指地球走到某一能量阶段的尾声，即将迈入新的能量波段，大家不必恐慌。交接期前后约20-30年，我们正在经历地球万年一遇的重大转折。三维世界的能量逐渐坍塌，高维能量即将注入地球，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这场能量结构的大重组。人类社会发展至特定阶段，便会有一场人、神、鬼三界共同参与的大战。上一次是西周时期的封神榜时代，而这一次就在当下，一场万年一遇的精彩大戏即将上演。许多人因无法适应这场升级而被淘汰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今天的影片。首先，金刚经将人的来源分为4种，分别是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。所谓化生，即幻化而来的人，如各种妖魔鬼怪、神仙以及神仙的童子和坐骑等，他们幻化成人形来到人间。很多人看似是人，实则不然，只是借用了人的皮囊。因此，世界上的人类可分为3种。第一种是神仙下凡，是正义的化身；第二种是妖魔鬼怪的附庸，是邪恶的化身；第3种是普通凡人。我们大多属于此类凡夫俗子。这些凡夫俗子虽有眼睛有耳朵，却如同睁着眼的瞎子，三观被塑造，只会盲目跟风站队，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。而妖魔鬼怪专门寻找那些欲望深重、利欲熏心的凡夫俗子，利用他们的欲望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所以越是心术不正之人，越容易吸引妖魔鬼怪。魔王对佛祖说，在魔法时代，我会让我的弟子都穿上袈裟，去祸乱众生，让人间不得安宁。佛祖回应道，那时我也会让我的弟子脱下袈裟，进入红尘，普度众生，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很多人是神的化身，也有很多人是魔的化身。人间即将展开一场神魔较量，看看如今的现状。许多魔王的弟子纷纷出动，包括魑魅魍魉、妖魔鬼怪、牛鬼蛇神等，他们伪装的道貌岸然，去祸害人类，真可谓是地狱空荡荡，魔鬼在人间。整个社会被搅得乌烟瘴气，混乱不堪，人们难以安宁。很多所谓的企业家、明星、网红、培训大师、商家等，其实都是妖魔鬼怪的化身。他们常常伪装的道貌岸然，去为祸人间。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技术的全面来临，无人驾驶、无人餐厅、无人快递、无人外卖、无人银行等将相继出现，许多岗位都会消失，甚至连策划师、设计师、律师、会计这样的职业也将逐步被取代。因此，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将被淘汰。就如同2亿年前的恐龙，恐龙曾是地球霸主，但轮到它消亡时，依旧无法逃脱。如今科技发达，人类消亡的方式更加先进，绝大部分人将从精神层面被彻底摧毁。目前地球上的70亿人口中，绝大多数将沦为宠物人。宠物人被圈养起来，每天靠短视频、游戏、直播、网购廉价食物等各种上瘾行为存活，他们被折叠起来丢在一边，
每个人都被关在5平方米的小格子里，被算法牢牢控制，他们越审逆什么，算法就越推送什么，就像坐井观天的青蛙，无数这样的青蛙互相认可和肯定，一致认为世界只有井口那么大，他们乐此不疲。做人的基本权利如思考权、辨别权被剥夺，如同被人类圈养的鸡、鸭、鹅、牛、羊、马。有的人变成鸡负责打鸣，有的人变成牛负责耕地干活，有的人变成狗负责看家，个个如同行尸走肉，疾言残喘。当然，未来的世界除了99%的宠物人之外，还有1%的觉醒人。这1%的觉醒人通过精进，逃脱了算法的控制，走上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觉醒之路。人类在集体迷茫的同时，也在集体觉醒。当大部分人沦陷时，必然有一小部分人会觉醒。这一小部分人负责设计社会的运转秩序，是未来世界的主人。人一旦觉醒，就看清了自身的所有问题，生命将走向大升级。我们称之为真正的人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类只有这条出路。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圈养的进化史。人类很早以前就圈养各种动物，如鸡、鸭、鹅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猫、鸟等，而现在我们开始圈养人了。这标志着人类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。世界的进步其实就是聪明人对蠢人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，这就是人类的新奴役时代。人和人之间只有在2种情况下才能形成奴役关系，要么是科技非常落后的原始社会，要么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。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希望每一个看到这个影片的人都能保持人间清醒，逃出算法的掌控，回避各种上瘾行为，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，成为世界那1%的主人。人类正在沦为算法的奴隶。什么是算法呢？它不停地收集你的数据，站在高维角度解读你，透视你，审视你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想干什么，然后为你设定好行为路线，冥冥之中将你彻底掌控。比如，当我们打开手机，平台马上就会通过你按手机的动作获取你的身体数据，包括体温、血压和心率变化，锁定你的喜好和标签，模拟出你的心理变化曲线。你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，就疯狂给你推送什么，包括商品、作品、思想等。这是一套非常高明的推荐机制，它无限符合你内心深处的癖好，让你无限审逆。再比如，上瘾也是可以被算法设计出来的。人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，当人被外界刺激愉悦时，多巴胺会大量爆发出来。这种爽的感觉是可以通过算法设计出来的。算法让我们持续上瘾，现在各种娱乐越来越多，每个娱乐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运营团队，他们用强大的运算和数据处理能力，在各种心理学、消费行为学、神经科学等理论指导下，通过声光交互反馈等全方位的方式不断给你刺激，让你持续爽，越来越离不开他们。算法和人类的关系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步，算法是我们的工具，我们有问题可以问它，但决策权在我们手里。第二步，算法是我们的指示灯，它会告诉我们大方向和原则，然后我们去执行。第三步，算法成了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索性放弃思考，享受岁月静好，什么都听它的。随着算法的强大，人会变得慢慢放弃思考，从而也间接放弃了对世界的决策权。未来的人只分成2种，第一种人是99%的芸芸众生，他们被算法控制，每天刷刷短视频，看看直播，玩玩游戏，充当社会的吃瓜群众。这种人只是社会资源的消耗者，属于无用之人，也是无名之人。他们对社会的唯一贡献就是顺应了算法机制，成了大数据的一份子，如同行尸走肉，等待被收割。第二种人是1%的少数人，
他们少之又少，算法不能理解他们，推送的东西他们也毫无兴趣。相反，他们却可以控制算法，普通人听算法的，算法听他们的。他们利用算法给世界制定新的游戏规则，同时监督每一个人的行踪，让他们不要互相越位，安分守己。这种人将越来越少，恰恰是这极少数人能成为人类食物链的最顶层，引领和统治一切。当然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，社会有足够的资源养活着99%的无用人群，哪怕他们不能创造任何价值，也可以把他们圈养起来，或者随意折叠起来。因此，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圈养的进化史。人类最早的文明从懂得圈养动物开始，很早以前，人们就开始圈养各种动物，如鸡、鸭、鹅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猫、兔等。而很快，我们将开始圈养人了。这标志着人类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。未来社会，99%的人会被1%的人圈养饲养，那1%的人是主人，负责分配食物和饲料，制造圈养空间和场景。剩下的99%的人都是宠物，其中有的人变成鸡负责打鸣，有的人变成牛负责耕地干活，有的人变成猪，有的人变成狗。当然，社会也将越来越细化，比如狗也分为很多种，有的是宠物狗负责可爱，有的是看家狗负责看护等。未来的世界将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单元格，相同的人被放在同样的单元格，单元格的墙壁十分坚实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、认知监狱里。这些人之间互相肯定和认可，拥有共同的一片天，然后利用短视频、直播、游戏、网购等让他们玩得不亦乐乎，最后再把他们折叠起来。他们需要的不是成长、被唤醒或者价值，而是情绪安慰、麻醉和幻想，短平快的各种刺激。在算法的配合下，未来的内容生产和推送机制将更加高明，可以精准地给每个单元格投放他们最想要的东西。这些人未来都将被喂养和投递，世界也将变得错落有致、井井有条，开启智能化管理。而且随着科技的发达，这些人不需要再参加任何劳动，社会也有足够的资源喂养他们。世界的进步，其实就是聪明人对愚蠢人管理方式的进步。这就是人类的新奴役时代。人和人之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形成奴役关系，要么是科技非常落后的原始社会，要么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。我们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，这就是物极必反。未来社会有两种思维，一是主人思维，只有1%的人才可以有这种思维，他们分配饲料给大家，负责设计游戏规则。所谓劳心者治人，他们要小心翼翼地维持社会秩序，不能让动物们哄抢食物，不能让大家互相越位，这也是一件蛮操劳的事。第二种就是宠物思维，剩下的99%的人都在使用这种思维。做宠物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，他们可以不用思考真相，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，只需要按照主人设定的路径不断循环即可。比如是鸡就只管定时打鸣，是狗见了主人就汪汪2声，是猪吃饱就睡，睡醒就吃即可，傻傻的过好自己一生即可。圈养的本质是主人给宠物描绘一个希望，讲一个故事，让大家齐心协力奋斗，规范生活，各司其职，各就其位，从而使社会的运作效率最大化，大家一起更好的生活。那么到底哪一种人更幸福呢？各有各的幸福，也各有各的痛苦。首先，成为那1%的主人往往需要极大的代价，这种人的一生往往是奋斗和操劳的一生，也是孤独和苍凉的一生。他们经历过世界上最好和最坏的一面，也见识过人心最善和最恶的一面，所以才有足够的格局和高度负责设计和维持社会秩序。然而可悲的是，无论社会生产力多发达，
无论人间多么繁荣，他们都不能停下来享受生活，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负责看管好这群芸芸众生。看透了真相又如何？这世界唯一的真相就是根本没有真相。其次，成为那99%的宠物最简单，但也最可怜。最后提醒大家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要想挣脱被奴役的命运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大数据抗衡，做一个反算法型的人。算法是顺应人性，反算法就是反人性，反人性就是克己。为什么我们要提倡传统文化？因为传统文化就是反算法的5000年的中国文化，说白了就是克己这2个字。克己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贪图刺激，做长期主义者，延迟满足等等。当然，愿意克己和精进的人的确越来越少，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麻醉和逃避，这是正常的，也是合理的。因为就像我们上面所说，未来99%的人都是被算法控制的，只有1%的人能控制算法。人生所有的痛苦，除了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，其他的痛苦都是人的执念导致的。在物质主义的沼泽里执迷不悟，拼命的去抢夺，争相斗狠，就是现代人痛苦的根源。人们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彻底结束了，外界一切变化都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是时候冲破那把物质的枷锁了，否则人类将陷入集体的内卷，越来越严重。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未来很多人都会成为空心人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像一座孤岛一样在大海上漂泊。精神疾病会大爆发，大家彼此看不顺眼，会毫无逻辑的互相伤害，到最后就会互相毁灭。那究竟什么叫觉醒呢？首先，人生有3个维度：生存、生活和生命。农业时代解决生存问题，我们要吃饱穿暖；工业时代解决生活问题，我们的物质要足够丰富；而信息时代解决生命问题，我们的灵魂要觉醒，也就是开悟。因此，人类的能力也在升级。最开始是体力，后来是思考力，现在是觉醒力。从现在开始，人类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觉醒力。未来的人只有2种：觉醒的人和沉睡的人。什么是觉醒的人？就是带着觉察去生活的人。当你意识到人生就是一场修行的时候，就开始踏上觉醒之路了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度我们的，都是帮我们觉察自己的。这样，我们生命的维度就会越来越高级。人一旦觉醒了，就内心圆满了，也会心生慈悲，也拥有爱人的能力了。这样的人心平气和，充满着爱心，也不会追求高人一等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世界才有希望。而沉睡的人就是无知无觉的人，他们一直停留在物质主义阶段，眼里只有豪车豪宅，或者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这必将会导致各种破坏和杀戮。这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进程，不符合天道。地球已经疲惫不堪，人间也已经千疮百孔，唯有升级才能重生，人类才能迎来崭新的文明。物极必反，当人类的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，必然朝着精神的方向去升级，而不能完成这一升级的人，就是低级维度的人。地球已经在发出信号了，可惜很多人还在执迷不悟，依然在低级的维度里努力。如果不懂得修心，不去修行，就是低效的挣扎。未来会出现新的心理和精神问题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人类在集体迷茫，人类也在集体觉醒。觉醒的人可以一飞冲天，执迷不悟的人会被天诛地灭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所谓善人，就是善于遵循天道的人，就是觉醒之人。有大破必有大立，当大部分人被淘汰，就必然有一小部分人会觉醒，这样能量才能保持平衡，这也是宇宙的平衡之道。地球正在进入能量大升级时期，
三维的物质世界正在坍塌，四维的精神世界即将到来，人类是时候觉醒了，进入更高维的世界。如果你再不升级自己的思维和境界，那么所有的痛苦都会找到你。回顾一下这些年的全球变化，环境恶化，持续升温，口罩病毒，战争威胁和废水污染，经济衰退，创业维艰，生意难做，超级内卷等等，这就是三维世界的坍塌。这些变化就是为了让人们从物质主义中走出来。如果1年不够，那就用2年；如果2年不够，那就用3年；如果3年还不够，那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会来找你。在物质主义的沼泽里执迷不悟，拼命地去抢夺，争相斗狠，就是现代人痛苦的根源。人们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彻底结束了，是时候冲破物质的枷锁了，否则人类将陷入超级内卷时代，越来越严重。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未来很多人都会成为空心人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像一座孤岛一样在大海上漂泊。精神疾病会大爆发，大家彼此看不顺眼，会毫无逻辑的互相伤害，到最后就会互相毁灭。怎么升级到更高维度的世界呢？努力只能横向发展，要想纵向升级，就必须要靠修心。修行就是带着觉察去生活的人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帮我们觉察自己的，这样我们生命的维度就会越来越高级。修行不需要藏在深山老林，也不需要躲在寺院庙宇，而是在世俗红尘。修行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，恰恰相反，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你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，创业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每一件烦恼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。修行到一定程度，你的生命就觉醒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悟。那时你能一眼看穿人心，瞬间看透真相和本质。这种能力，儒家称为至善，禅宗称为明心见性，道家称为得道，心学称为知行合一，心理学家称为真我。拥有这种能力之前，是我在活着；拥有这种能力之后，是我看住我在活着。就像玩游戏，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不是游戏里面的主角，而是玩游戏的那个人，那一刻高维的我就诞生了。这就是生命之光，可自照亦可照人。人一旦升级了，就内心圆满了，也会心生慈悲，也拥有爱人的能力了。这样的人心平气和，充满着爱心，也不会追求高人一等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世界才有希望。地球已经疲惫不堪，人间也已经千疮百孔，唯有升级才能重生，人类才能迎来崭新的文明。物极必反，当人类的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，必然朝着精神的方向去升级。而不能完成这一升级的人，就是低级维度的人。地球已经在发出信号了，可惜很多人还在执迷不悟，依然在低级的维度里努力。如果不懂得修心，不去修行，就是低效的挣扎，未来会出现心理和精神问题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人类在集体迷茫，人类也在集体觉醒。觉醒的人升级到新的维度，执迷不悟的人会被天诛地灭。有大破必有大立，当大部分人被淘汰，就必然有一小部分人能升级维度，这样能量才能保持平衡。这也是宇宙的平衡之道。希望你能成为第一批升维的人，第一批觉醒的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觉醒。希望每一个看到这个影片的人
都能努力保持清醒，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，形成和巩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，学习修身和正己，不贪图享乐和刺激，在自己专注的领域不断深耕和精进，冷眼面对着大千世界的各种诱惑，成为那1%的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